大家好，我是 Chris，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 YouTube 频道的评论和你们的支持。在我的其他的汉语视频里面，我已经聊了一些关于我的背景和我对中国中文的兴趣是如何产生的。当我告诉了我的高中的老师想学中文的时候，他被我吓了一跳。我也传了一些关于如何自学中文的视频，很多人就已经问了我，你为什么对学习中文做出了那么多的努力？你为什么这么注重正确的发音？你为什么对中国以及它的文化这么有兴趣呢？是因为中国文化对你来说特别有吸引力吗？还是你觉得汉字特别有魅力，特别有意思吗？还是什么的？其实都是。呃呃，我一直以来对中国文化是非常有兴趣的，然后也包括其他国家的文化和语言。是高中的时候我学过法语、西班牙语和俄语，但是现在我可能已经生锈了。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还会讲中文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当时做了一个决定，就开始了，然后一直坚持了这个决定，就继续下去。所以当有人问我，你中文讲这么好，你是怎么学的？我一定要说，嗯，其实说来话长，但是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很多年来都每天都用了中文，然后是循序渐进的学的。一开始我报了一个大学的课程，然后学了很多课本里面的内容，嗯，每年的夏天都去了中国，为了提高我的中文的水平，然后中文就成为了我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嘛。当我遇到了不知道的词的时候，就我查了词典，然后复习了很多次这些单词。我看了一些报纸，看了一些新闻的网站啊，看了很多网上的视频。在我大学毕业了以后呢，我就先在中国工作了一年，然后再次回到了伦敦，做了一个全职的翻译和口译。嗯，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听了大概上百个中文讲座，关于中国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啊，历史、金融啊，包括所有这些方面。也就是说，我利用了我的中文的能力来提高我对其他方面的知识。现在我还继续每天是说中文，然后也是我的生活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部分。嗯，所以对我来说，中文嗯对我来说也像一个第二个语言了。我知道很多人都没有我那么多的时间，来学习中文，但是我知道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中文开始感兴趣。嗯，在我开始学汉语之前，大家都告诉我，就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，然后就告诉我中文，学起来有多么的困难。但其实，在我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没有发现中文有那么难学，而且其实没有比学说流利的法语还是西班牙语更难呢。你其实如果你有时间来练习的话，流利的中文其实是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呢。在我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，我就看了很多的材料，然后我现在我知道怎么利用技术，不管是电脑软件，还是一个智能手机，还是一个 MP3 机，来更加的有效快捷的学习语言。所以我想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对我的一些学习的方法，来帮助大家更好的、更快的学习中文。为此，我已经开通了一个网站，网址是 www 点 fluentinmandarin 点 com，呃，就是为了解释一下我自己的学习的方法。然后我也在设计一个初级的汉语课程，嗯，让学生在这个中文的学习中都打下一个很好的语言基础。然后非常欢迎大家
来访问我的网站。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还是建议的话，那请你在这个视频的下面留下你的评论，谢谢。